呆萌可爱的鲶鱼可以在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0.6个月前，鸟商在河边捞鱼，捞了半天就捞到这么一堆小蝌蚪，放在观察盒里一看，原来这不是小蝌蚪，而是一些小鲶鱼。这么可爱，那必须给它带走养起来，忘掉多余的，只留下2条。那么这玩意儿怎么养呢？只需要一个30厘米的小鱼缸，加入纯天然的自来水，还有野采的天然小河沙，小过滤一加，小电源一开，把小鲶鱼放到缸里，小小的还挺可爱的，黄黄的小身子上有一个小小的背鳍，2个滴溜溜的小眼睛，嘴上长有3对胡须。记载中说它是一种凶猛的鱼，这么可爱也没看出凶猛的点。你可能没养过它，但是你也许吃过它。那么这玩意儿吃什么呢？鸟商找来一包6角恐龙的鱼屎，看看他们吃不吃呢？扔在鱼缸里的鱼屎，他们怎么都不看一眼呢？可能是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还有点磨磨唧唧放不开。很多鱼，比如黑鱼，都是夜行动物，晚上才会出来找吃的。鸟商给他们放入一节管道，让他们有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。小鲶鱼对着大的管道还挺有警惕性，没有冒烟的钻进去。鸟商又拿来2根细小的躲避物，小鲶鱼在试探性的试了几次后，总算钻了进去。1天后，为了他们能开口吃饭，鸟商也是操碎了心，在网上买来了这种冰冻红虫，剪下1颗放在水里融化，然后倒入鱼缸中。小鲶鱼还真的出来吃了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肚子已经鼓起来了。而另外一只小卡拉米一直待在管道里，谨慎地看着，直到红虫快被吃完了，这只小鲶鱼也马上出来吃了。看来不用担心它们不吃东西了。2天后，还是照例给它们喂食冰冻红虫。这次小鲶鱼已经不客气了，上来就恩照了起来。4天后，小鲶鱼打架，把各自的胡子打掉了1根。鸟商打算把2只小鲶鱼分开养，把蛤蜊网绑在烧烤架上，在野外它们吃一些小鱼小虾和一些水生昆虫。22天后，小鲶鱼们成长了不少，也开始开口吃人工饲料了。65天后，小鲶鱼长得太大了，所以不得不把它们分开2个鱼缸饲养。可是悲剧发生了，其中一只小鲶鱼在半夜跳缸，早晨起来的时候，鸟商得到了一个生鱼片，虽然鱼缸上面有盖子，可是还是在缝隙的地方跳了出来。为了剩下的这只小黑能健康成长，鸟商准备给它打造一个大豪斯，花重金买来一个60厘米的鱼缸，底部铺上底滤板。鸟商找到一种最便宜又最实用的过滤材料，那就是火山石。简单清洗一下后，拿网袋装上，铺在底滤板上，用下水管道做一个鲶鱼屋，用2袋赤玉土装饰管道上方空白的区域，网袋里放入一些水草，它们的嫩芽会从缝隙中长出来。前面的部分铺上一些小野沙，然后加水。几天后，水变得很清了。这个管道的2个出口是连通的，这样会挺有意思。是时候把小黑捞进来了，它会进入提前准备好的鲶鱼屋吗？果然，它躲在了网袋下面。在视察了1圈后，他总算发现了这个鲶鱼屋，并钻了进去。不一会，他露出了他的小脑袋。可是第2天，鸟商却找不到小黑了。拿手电照一下管道里面，这边没有，另外一边也没有，网袋下面也没有。原来小黑跑到了缝隙里，鸟商把它弄出来，然后在缝隙里塞进去一些石头，这样小黑就不会消失不见了。只是它变成了才家狂魔，动不动就整得乌烟瘴气的，这个缸快不能要了。虽然鲶鱼屋也不是不能住，他可能想自己挖个大豪斯吧。90天后，鸟商给小黑缸里加入了5只小虾，它们可以让小黑不再寂寞。不过糟糕的是，这好不容易长出来的水草叶子也被它们吃掉了。小黑还是那个倔强的小黑，他没有住在鲶鱼屋里，而是跑到了鱼缸左边的缝隙里。他是怎么进去的呢？可能是从上面吗？把左边缝隙也塞满火山石，小黑只好住进了鲶鱼屋里。换缸后，小黑变得非常谨慎，给他几颗鱼屎，他都不吃，这可让小虾们吃了个爽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那么之前他非常喜欢的冰冻红虫呢？整颗给他塞进洞里，小黑还是看着这美味的食物，就是不开口。红虫又成为了小虾们的下饭菜，气的鸟商直接把小虾们捞走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小黑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好了，本期小鲶鱼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
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.6个月前，鸟商在河边捞鱼，捞到只小鲶鱼，并养了起来。90天后，小黑绝食几天了，这可愁坏了鸟商，这么下去就会饿瘦的，可就不能起锅烧油了。鸟商又来到了河边，这次他抓到了几条泥鳅，留一只小的给小黑，培养小黑捕捉活食的能力。不知道他感不感兴趣呢？把小泥鳅放到缸里，瞬间就消失了。这为了个寂寞。95天后，小黑的警惕性变高后，一直没吃东西。鸟商想起了院子的塑料桶里还有一些小卡拉米，拿开上面的冰块，捞出来一些关贝青姜。这些小鱼居然还活着，这么厚的冰块得使劲才能打破。然而，鱼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不确定性，在鱼的一生中，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鱼生。再给小青姜们过水过温后，放到鱼缸里，总共6条。小黑的外卖到了。小黑还是无动于衷。1个小时后，他完全不从洞里出来。鸟商尝试着把灯关上后，还是没反应。把室内的灯关上，只留一个小夜灯。不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谁能给我个解释？想看他抓活食的场景，可是小黑就是不从洞里出来。之前已经喂熟了的鱼，这怎么又转性了呢？还是小黑他搁这养生？110天后，鸟商在网上买了一些蚯蚓，把它们洗白白之后放到小黑缸里。小黑用胡子试探着新鲜的玩意儿，没有鱼可以拒绝蚯蚓的香味，除了小黑，它可以引住5分钟。5分钟后，小黑终于急头白脸吃了一只蚯蚓，这怎么还吃急眼了呢？可是又不继续了，这是咋回事？是不是太久没吃东西，一下吃到好吃的，反而不适应？小蚯蚓们不停地往缝隙里钻，又过了5分钟，他又吃了一只，而且他游到了管道的外面。这么长时间，可算第一次从管道里出来了。从小喂到大的小鲶鱼，在换了环境后都这么警惕，那么想着野外钓上它来，不是更难吗？鸟商想用镊子抓住蚯蚓，可是蚯蚓跑得太快，钻到了缝隙里。它们在水里也能活下去。再夹住2根蚯蚓，放到小黑的洞里，瞬间就吃了。嘎吱嘎吱倍儿香，总之他就是不想从洞里出来。把剩下的蚯蚓拿给蛙哥尝尝，这蛙哥吃了个寂寞，他的小嘴没办法塞得下这么大的蚯蚓。好了，本期小鲶鱼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呆萌可爱的金龟子可以在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可以。2年0.6个月前，鸟商在院子挖到这么个玩意儿，金黄色的身子，同时挖出来的还有这么多虫子。观察了一下，都在睡觉，挺可爱的。这好像是金龟子的幼虫，这么可爱，那必须给它养起来。那怎么养呢？只需要一个玻璃瓶子，底部铺上一层粗颗粒的火山石，把隔壁王大爷不要的纱窗剪下一块铺在上面，接着在上面铺上一层刺玉土，然后倒入院子里挖来的小野土。在农产品商店买来1包荞麦种子，将种子均匀地铺在土上，小阳光一晒，小喷壶一喷，14天后，荞麦苗发芽了，这长得还不少，乍一看还挺有艺术气息的。它们的根也在增长，还有许多刚从种子里发出来的芽。等到叶子的嫩芽撑开种子的壳，2片叶片就会铺地开花，感觉还太少了，再培养一下吧。那怎么样才能让荞麦芽长得更快呢？那必须是多喝夜水，给它来满满的一杯白开水，壶里都冒出了泡泡，这说明它充分吸收了水分。又过了14天，再给它加点肥料，长成这样还挺可爱的。3天后，荞麦苗长得太长，已经垂下来了，因为根扎得很深，所以也挺坚固的，不会断。这时候可以请上我们的主金龟子的幼虫了。可是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因为荞麦苗长的速度太慢了，小金龟子宝宝们等不及，已经组团 BBQ 了。好家伙，直接给我干1亩了，看起来像爆米花一样。不用尝，一定是鸡肉味嘎嘣脆的。不好意思，拿错了，刚才那盒就是爆米花。这就是原来那些金龟子。金龟子的幼虫称为奇草，俗称土蚕、地蚕、地狗子，多生活于土中。对人类来说，它是害虫。这么可爱，怎么会是害虫呢？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吧？根据牛顿写的相对论的理论，那么对于竹子来说，大熊猫也是害虫。可是为什么那个浓眉大眼的
却成了保护动物呢？把如此可爱的金龟子宝宝放在一样可爱的荞麦苗土壤里，那么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？鸟商想试一试，将金龟子宝宝一个一个的温柔的放入荞麦苗品种，它会帮我照顾荞麦苗吧？然后再倒入一些小野土，这10厘米宽的大壕丝加入了这么多的金龟子宝宝，显得有点挤了。好在它们是住在阴间的生物，天生就有钻土的技能。3个小时后，金龟子宝宝已经钻到了瓶子的中间，这里能看到一只，这里还有一只。过几天再看看它们。3天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荞麦苗看起来没有精神了，叶片没有光泽，看起来有点蔫了。这合理吗？这很合理，古诗里都有讲过这种现象，阴有悲欢离合，夜有阴晴圆缺。把裹在瓶子上的一层报纸拿掉，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呢？好家伙，最小的那一只金龟子宝宝都已经长得很大了，真是太厉害了。看来它们非常健康，荞麦苗状态不太好，可能是缺水。再给它来满满的一杯白开水，土壤变潮湿。你这个小害虫，不对，你这个可爱的小别致也不会口渴了吧？5天后，啥意思？这是荞麦苗的状态怎么更糟糕了呢？这用手一碰，一根荞麦苗就掉了下来，我真的酸屁了。好家伙，这整片荞麦苗的茎都断了，我人直接麻了，兄弟们，等会让我捋一捋。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，光合作用分解二氧化碳和水分子，从主为葡萄糖和氧气。植物吸收水分，把营养运输到植物体的各个部分。那这个怎么解释？所有的根都被啃断了，难道真的有害虫？只需要10天就霍霍了一大把荞麦苗。打开报纸看一下，之前荞麦苗扎得很深的根，就这么被4、5只金龟子宝宝吃光了。你们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挖到过金龟子的宝宝吗？好了，本期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